如果你不幸降落在金星，這顆熾熱的星球會像捏扁塑料瓶一樣把你瞬間壓碎，整個過程會極其痛苦，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一切只會持續短短的5秒鐘，這也是人生中所能經歷的最漫長、最絕望的5秒。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當看到後續火星上將要發生的一切時，那種深入骨髓的恐懼才更令人不安。金星擁有極其濃密的大氣層，而這層厚重的迷霧背後隱藏着毀滅性的絕對高壓。金星的表面大氣壓足是地球的92倍，這意味着在降落的僅1毫秒內，高科技宇航服就會在巨壓下開始扭曲變形。1秒鐘後，宇航服的結構完整性將徹底宣告失效，沒有任何逃生通道，人體只能被困在瘋狂內爆的合金外殼中，無處可逃。緊接着，血肉之軀也無法逃脫崩塌的命運。在接下來的2秒內，皮膚和肌肉會被極限壓縮，血管瞬間爆裂，體內器官全面衰竭，最終大腦在剧痛中失去意識，迎來死亡。在這個地方，被高壓碾成粉碎，僅僅是金星無數種致命手段中最仁慈的一種。然而，高壓還只是金星噩夢的第一層，真正致命的是那層濃密到令人窒息的大氣，像一只密不透風的巨型鍋蓋，將太陽釋放出的熱量死死封鎖在星球表面，最終引發了太陽系最極端、最失控的溫室效應。在這裡，熱量不再只是炎熱那麼簡單，而是一種足以摧毀生命的刑罰。金星表面的高溫甚至能在極短時間內將人體內部器官活活煮沸，即便有人奇蹟般扛住了足以壓碎骨骼的恐怖气壓，接踵而至的熾熱高溫也會把它徹底抹殺。那種感覺就像整個人被直接塞進一座燒到通紅的工業熔爐，在短短幾秒內被烤焦、碳化。此時，宇航服內部的生命維持系統會爆發出刺耳的紅色警報，因為內部溫度已經開始徹底失控。金星地表溫度高達465攝氏度，幾乎與地球火山噴發時的熔岩溫度相差無幾。僅踏出飛船幾秒鐘，這股恐怖熱浪便會穿透防護層，開始直接灼燒人體。1分鐘後，人體核心溫度會呈指數級瘋狂攀升，重度中暑幾乎會在瞬間爆發，強烈惡心、極端疲憊以及瀑布般湧出的汗水同時襲來。沒有任何降溫手段的情況下，體溫會迅速突破40攝氏度的危險臨界點，並繼續失控上漲。此時，人體內臟已經不再只是過熱，而是真正開始在防護服內部被一點點烹煮。緊接着，視線開始模糊、發黑，意識仿佛被黑暗一點點吞噬。周圍的環境也在這一刻徹底化作生命無法承受的煉獄。10分鐘後，深度昏迷降臨，伴隨着不可逆的腦損傷，心臟最終停止跳動。這也是為什麼金星一直被稱為地球最恐怖的地獄孿生星。在這裡，中暑從來不是一句玩笑，因為整顆星球本身就是一座懸掛在宇宙中的巨大絞刑架。而比高溫更加絕望的是金星那根本無法呼吸的大氣環境。這裡 96.5% 的大氣成分都是二氧化碳，其餘大部分則是氮氣。只要吸入一口，沒有氧氣保護的人類幾乎會瞬間窒息。更可怕的是，天空中還會降下具有強腐蝕性的硫酸雨，它會不斷侵蚀宇航服，並灼燒任何暴露在外的皮膚。如果把地球的生存環境打10分，那麼金星甚至連1分都很難得到。它不是不適合人類居住，而是一個從誕生開始就徹底拒絕生命存在的死亡世界。可當你終於逃離這顆煉獄般的星球後，真正詭異的旅程才剛剛開始。下一站是距離太陽最近的行星水星。千萬別以為這裡僅僅只是另一個被太陽烤焦的荒漠，因為水星隱藏着一個極其反常，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就在它背對太陽的永夜面，等待你的並不是熾熱，而是一片足以凍結一切生命的冰冷深淵。這裡的溫度會驟降到恐怖的-180攝氏度。與擁有濃密大氣層的金星完全不同，水星幾乎等同於一塊直接裸露在宇宙中的巨大岩石，沒有大氣能夠儲存熱量，也沒有任何屏障阻擋寒冷。因此，只要夜幕降臨，白天積累的熱量就會以驚人的速度逃逸進太空，整顆星球的溫度也會像墜崖般瘋狂暴跌。剛踏上這片冰冷荒原時，宇航服殘存的隔熱系統或許還能讓人短暫維持行動能力，表面上你似乎仍能緩慢行走，觀察四周，但事實上，死神早已在黑暗中悄然逼近。最先出現的異常是手指開始發麻，那並不是簡單的寒冷，而是极度失溫症發出的第一道死亡警報。為了優先保護心臟與大腦，人體會本能地讓血液從四肢迅速回流，溫度也隨之從手腳一點點被抽離，冰冷感開始穿透皮膚，
逐漸侵入骨髓深處，緊接着身體會出現無法控制的劇烈顫抖，那是人體試圖通過肌肉抽搐強行產生熱量，進行最後的自救。與此同時，宇航服系統會不斷發出刺耳警報，因為核心體溫已經跌破35攝氏度，正式進入危險失溫狀態。此時，你會發现自己的雙手逐漸失去知覺，連最簡單的動作都開始變得異常困難。而在零下180攝氏度的極寒環境中，堅持10分鐘，幾乎就已經到達人類生理極限。隨着核心體溫繼續被寒冷吞噬到28攝氏度，肌肉會開始徹底僵硬，大腦意識也逐漸陷入混亂，方向感、判斷力，甚至最基本的思考能力都會被低溫一點點凍結。到了這一步，人的神經反射與思維速度會變得越來越遲緩，仿佛整個身體正在被時間慢慢凝固。你依然活着，卻已經無法真正控制自己的身體，只能像一尊正在凍結的雕像，孤獨地站在無盡黑暗之中。儘管生命最後的火苗還沒有徹底熄滅，但身體早已淪為一具無法動彈的空殼。水星背面那漫長而死寂的寒夜，會在大約1個小時內，以一種緩慢、冰冷而又無比痛苦的方式，徹底奪走一個人的生命。而在最終化作這片冰凍荒原的一部分之前，你唯一還能做的，或許只剩下絕望地注視頭頂那片寂靜到令人窒息的深空。對於水星的暗夜面來說，所謂生存概率，最多也只能勉強打上3分。然而，水星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僅擁有凍結生命的極寒黑夜，還同時存在着另一個截然相反的煉獄。當你跨越那條分隔白晝與黑夜的晨昏線，來到正對太陽的白晝面時，迎面襲來的將是一個仿佛來自另一個維度的灼熱地獄。這裡的地表溫度高達427攝氏度，雖然略低於金星，但真正致命的卻是毫無遮攔傾瀉下來的宇宙輻射。由於水星幾乎沒有大氣層和磁場保護，太陽釋放出的高能輻射會直接轟擊這顆星球的表面。一旦暴露在白晝陽光之下，人體會在瞬間開始瘋狂升溫。如果沒有宇航服的保護，皮膚甚至會在接觸陽光的極短時間內被高能輻射嚴重灼傷。那些肉眼無法看見的輻射粒子，就像無數把微觀層面的利刃，持續切割人體細胞，直接破壞 DNA 結構，讓細胞在短時間內大面積死亡、變異。即便穿着宇航服，在這種炙熱環境中堅持5分鐘，高熱症也幾乎無法避免。一旦冷卻系統出現故障，人類將第一次真正理解什麼叫被太陽活活烤死。那種溫度會讓人產生雙手正在燃燒的錯覺，突如其來的高熱會迅速引發劇烈噁心、眩暈與呼吸紊亂。10分鐘後，人體核心溫度將突破42攝氏度的致命極限，大腦開始嚴重神志不清。隨着體溫繼續失控，肌肉逐漸失去力量，器官也會因高溫接連衰竭。最終，人會在極端中暑與強輻射的雙重折磨下徹底失去意識，死在這片被太陽炙烤的荒原上。如果說水星背向太陽的暗夜面勉強還能得到3分的生存評分，那麼面對白晝面的熾熱高溫與致命輻射，這裡的生存概率甚至低到只剩2分。離開這顆冰火共存的死亡行星後，接下來人類的目光將投向另一顆始終充滿幻想的世界——火星。在無數科幻電影與未來計劃中，火星總被描繪成人類最有希望建立殖民地的地方。它被稱作第二地球，也被視為人類文明逃離地球後的未來家園。可真正的火星卻遠沒有想象中那樣溫和。這顆紅色星球其實位於太陽系宜居帶的邊緣，這裡不僅沒有穩定流動的液態水，也缺乏能夠抵禦宇宙輻射的全球磁場。更致命的是，火星的大氣層極度稀薄，其中絕大部分成分幾乎都是無法呼吸的二氧化碳。這意味着，在火星表面，人類必須時刻依賴宇航服維持生命。任何一次微小的設備故障，都可能在幾秒鐘內演變成無法挽回的災難。而真正最恐怖的情況是宇航服發生破損。由於火星表面的大氣壓僅有地球的 0.6%， 一旦防護層被撕裂，宇航服內部維持生命的壓力會在瞬間全部洩漏。最開始的幾秒鐘，大腦會因為嚴重缺氧迅速陷入混亂，人在失去判斷力後只會本能地拼命喘氣，呼吸越來越急促，越來越絕望。可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這種現象在醫學上被稱為體液沸騰症。由於外界壓力極低，原本溶解在血液與體液中的氣體會迅速膨脹沸騰，血管裡的液體仿佛開始翻滾，人體皮膚與軟組織也會像被充氣一般迅速鼓脹變形，整個身體會在極短時間內逐漸失去控制。這種殘酷的生理崩潰通常會在大約7分鐘內徹底摧毀人體所有機能。而火星最令人絕望的地方，
就在於它總會先給人一種似乎還能活下去的錯覺，然後再用最冰冷、最真實的物理法則將這份希望徹底粉碎。然而，即便能夠100%確保宇航服絕對完好，火星依然準備了其他足以致命的殺招，其中最可怕的便是那種能夠席捲整顆星球的史詩級沙塵暴。這種超大型風暴一旦形成，往往會持續數周甚至數月之久，遮天蔽日的沙塵會吞沒整片天空，讓整個火星世界陷入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昏暗混沌。而真正致命的並不是風暴本身的風力，相比地球，火星大氣十分稀薄，即便風速極高，也未必足以直接掀翻重型設備。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漂浮在空氣中的超細微塵顆粒，這些塵埃比普通沙粒細小無數倍，幾乎無孔不入。它們會穿透設備縫隙，鑽進精密機械內部，像砂紙一樣持續磨損所有系統。現實中的火星探測器就曾長期受到這種塵埃侵蚀的困擾，而對於依賴生命維持系統生存的人類來說，這種侵蝕將會更加致命。細小顆粒會迅速堵塞空氣過濾器，破壞溫度調節模塊，甚至讓氧氣循環系統逐漸失效。隨着供氧系統和控溫系統相繼崩潰，寒冷與窒息便會同時逼近。最終被困在火星上的人類只能在氧氣一點點耗盡的絕望中等待死亡慢慢降臨。火星就是這樣一顆充滿欺騙性的星球，它不像金星和水星那樣會在幾秒鐘內直接殺死闖入者，相反，它會給人類一種似乎能夠活下去的錯覺。可越是這種若有若無的希望，反而越像一種漫長而殘酷的心理折磨，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場故障、下一次風暴，或者下一秒的設備失靈會在什麼時候突然夺走你的生命。因此，對於火星的綜合生存評分，最多也只能勉強給出6分。它確實給人類留下了一絲掙扎求生的可能，但同時也隨時準備親手將這份希望徹底掐滅。穿過火星漫天翻滾的紅色沙塵後，太陽系真正的深空噩夢才終於開始顯現。在更遙遠、更黑暗的邊緣地帶，還潛伏着最後一顆冰冷的岩石天體——冥王星。但在抵達那裡之前，所有探險者都必須先經過另一群更加龐大、更加恐怖的存在，它們就是氣態巨行星。而其中最危險的首領正是太陽系體積最大的行星木星。木星的質量比太陽系其他所有行星加起來還要大上2倍，它擁有難以想象的恐怖引力，以及足以壓垮一切物質的深層高壓。與地球不同，木星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陸地，整個星球本質上只是一個由氢氣和氦氣組成的巨大氣態深淵。在那裡，沒有地面，沒有終點，也沒有任何能夠站立的地方。一旦進入木星的大氣層，人類將開始一場永無止境的墜落。然而，在這場下墜中，最先摧毀你的並不是深處那足以壓碎鋼鐵的高壓，而是木星獨有的另一種恐怖力量，超越人類認知的超級閃電。木星擁有整個太陽系最狂暴的雷暴系統，在它的大氣高層，氣壓暫時還只有地球的1/10左右，飛船尚且能夠勉強維持穩定飛行。可一旦繼續向下穿透雲層約50公里，真正的地獄便會徹底展開。這裡的風速會瞬間飆升至每小時360公里以上，混亂而狂暴的氣流會像撕扯玩具一般，把飛船在巨大風暴中瘋狂甩動。與此同時，四周密集的閃電會不斷撕裂黑暗，那些恐怖電流仿佛死神伸出的巨型觸手，在風暴中接連轟然墜落。最終，其中一道毀滅性的超級閃電會直接貫穿整艘飛船，那股能量甚至足以供應一整座人類城市運轉。就在被擊中的瞬間，全舰電力系統會徹底癱瘓，氧氣供应立刻中斷，艙內溫度也開始斷崖式暴跌。失去動力，逐漸洩露的飛船最終只會淪為一具漂浮在木星風暴中的鋼鐵棺材。對於這顆沒有陸地、只有無盡風暴與高壓深淵的氣態巨獸來說，所謂生存概率最終也只能給出可憐的1分。從狂暴的木星風暴中僥倖逃離後，映入眼簾的將是太陽系中最具視覺震撼力的天體之一——土星。它那橫貫宇宙的巨大光環，幾乎是所有人對太陽系浪漫幻想的終極象徵。可越是美麗的東西，往往也越危險。作為太陽系第2大的行星，土星和木星一樣，本質上同樣是一顆由氢气與氦氣組成的气態巨行星。這裡沒有任何真正的陸地，只有一層層深不見底、不斷翻滾的雲海。而在這些厚重雲層之下，隱藏着更加恐怖的世界。隨着不斷深入，壓力会瘋狂增加，甚至能夠把原本的气態氢硬生生壓縮成液態金屬。與此同時，土星內部的超級風暴也會以高達每小時1800公里的恐怖速度席捲整個星球。
在這種極端環境下，絕大多數飛船甚至還沒真正進入大氣深處，就已經會被高溫與狂暴氣流徹底撕碎。然而，比起內部那片高壓煉獄，土星真正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它那看似夢幻的巨大光環。這道橫跨數十萬公里的壯麗環帶，其實是由數十億塊冰晶、岩石與塵埃組成的死亡碎片帶，其中最小的顆粒可能只有沙粒大小，而最大的碎塊甚至堪比一棟房屋。它們已經圍繞土星旋轉了數億年，並將在未來繼續緩慢墜落、碰撞、分裂。而最致命的是，這些碎片並不是靜止漂浮的，它們正以每小時7萬公里以上的恐怖速度在軌道中瘋狂飛馳。在如此誇張的相对速度下，哪怕飛船只是發生一次極其輕微的擦碰，都足以在瞬間引發毀滅性的連鎖爆炸。金屬外殼會像玻璃一樣被撕裂，整艘飛船則會在短短一瞬間被徹底炸成漂浮在宇宙中的塵埃。土星或許擁有太陽系最壯麗的外表，但在致命風暴、恐怖高壓與死亡光環面前，它的綜合生存評分同樣也只有2分。而當你穿越那片危險的光環之後，接下來等待探險者的將是一顆把詭異與荒誕發揮到極致的冰巨星——天王星。這顆閃爍着幽藍色冷光的星球看起來寧靜、優雅，甚至帶着某種深空藝術品般的神秘感，可實際上它卻是一顆極度危險，甚至還帶着惡臭的行星。由於大氣中包含硫化氢與甲烷，從化學意義上來說，天王星聞起來更像一個漂浮在宇宙中的巨大臭雞蛋，而其中那看似不起眼的2%甲烷濃度就已經足以在短時間內讓人類窒息死亡。與此同時，天王星的大氣環境也極其惡劣，時速高達900公里的高速粒子风暴會持續沖刷宇航服表面，而零下224攝氏度的極寒則會讓防護材料逐漸變脆、開裂。更可怕的是，大氣中的氢氣與甲烷還會與飛船外殼發生持續化學腐蝕，在這裡，任何一道微小裂縫都可能意味着毒氣瞬間入侵，死亡往往只需要幾秒鐘。然而，真正離譜的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如果有人能夠一路深入到天王星雲層下方約1萬公里的位置，那麼等待他的將會是一種堪稱宇宙級黑色幽默的死亡方式。在那裡，極端高壓與超高溫會強行改變物質結構，讓碳原子逐漸結晶，形成真正的鑽石。而人體本身大約有18%的元素都是碳，這意味着在毀滅來臨的最後時刻，人的身體甚至可能會在高壓之下發生某種鑽石化反應，血肉、器官、骨骼都會在極端環境中被徹底改寫，最終變成一顆巨大而閃耀的人形鑽石。這或許是整個太陽系裡最荒誕也最昂貴的一種死法。因此，對於天王星來說，它的綜合生存評分最終也只能給出可憐的1分。帶着天王星那冰冷而詭異的幽藍餘暉，飛船將繼續駛向太陽系更深處的黑暗邊緣。下一站便是距離太陽最遙遠的真正行星——海王星。在體積、質量以及組成結構上，海王星與天王星極其相似，它們都由氢、氦、冰态氨與甲烷構成，同樣屬於寒冷而危險的冰巨星。但海王星卻擁有一項連天王星都無法相比的終極殺器——橫掃整顆星球的超音速風暴。這裡的風速高達每小時2100公里，甚至遠遠超越了聲音傳播的速度。這些狂暴氣流會在混亂的大氣中不斷碰撞、撕扯，最終形成一個又一個巨大而致命的風暴漩渦。整個海王星看起來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深空颶風發動機，任何闖入其中的飛船都會像落入洪流中的樹葉一樣被瘋狂甩向四面八方。由冰晶與有毒氣體組成的超高速狂風會持續衝擊飛船外殼，開始一點點撕裂堅固的合金結構。而真正的噩夢則是在飛船被徹底捲入風暴核心之後，當超音速漩渦開始高速旋轉時，內部會瞬間產生高達10級以上的恐怖重力過載。在這種力量下，人體的每一個器官都會仿佛突然重了10倍，血液會在离心力作用下瘋狂湧向雙腿，大腦則因為瞬間缺血而迅速陷入黑暗。你會感覺自己的身體正在被無形巨手一點點壓碎。僅僅幾分鐘後，無論是飛船還是人體本身，都將徹底失去結構完整性，最終在海王星那無盡的大氣深淵中被狂風活活撕成碎片。這種完全由速度、壓力與暴力構成的死亡方式，也讓海王星的綜合生存評分最終只能停留在1分。而在穿過那片超音速風暴之後，這場太陽系死亡之旅也終於迎來了最後的終點。那裡佇立着一位孤獨而沉默的邊境守望者——冥王星。
儘管在天文學定義中，它早已被降級為矮行星，體積甚至比月球還小，但這顆漂泊在太陽系邊緣的冰冷世界，依舊擁有輕易殺死一切生命的能力。由於距離太陽極其遙遠，冥王星幾乎接收不到多少太陽熱量，它的地表溫度低至令人絕望的零下239攝氏度，這裡已經無限接近絕對0度。在這種極端寒冷之下，宇航服的隔熱系統只要出現哪怕一絲微小故障，死亡便會立刻開始倒計時。暴露在寒流中的前30秒，致命凍傷就會迅速蔓延，皮膚開始失去知覺，組織細胞被低溫瘋狂破壞。緊接着的幾十秒裡，人體血液與體液會逐漸凝結成細小冰晶，嚴重失溫症隨之全面爆發。進入第2分鐘後，人體核心溫度會跌破30攝氏度的危險界限，意識也會在這一刻被寒冷一點點剝離。而到了第3分鐘，整具身體將徹底凍結、硬化，所有器官停止運作，生命跡象完全消失。最終，闖入者會像一尊被時間遺忘的冰雕，永遠佇立在冥王星那片寂靜而幽暗的冰封荒原之上。雖然這種死亡同樣殘酷，但相比前面那些被高壓碾碎、被輻射灼燒、被風暴撕裂的結局，冥王星至少給了生命一個相對平靜的終點。也正因如此，在這場太陽系生存排行榜中，它最終獲得了4分。至此，這場穿越太陽系諸星、充滿死亡與絕望的旅程，也終於在宇宙最深處的冰封黑暗中緩緩落下帷幕。當我們站在地球仰望星空時，總覺得宇宙浪漫、安靜又遙遠。可真正將視線投向這片深空後，才發現，太陽系裡的每一顆星球都像是一座為生命量身打造的死亡陷阱。也正因如此，我們腳下這顆擁有空氣和水的藍色星球才顯得如此不可思議。人類或許永遠無法真正征服宇宙，但我們從未停止仰望星空。最後，我想拋給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未來有一天，人類必須在太陽系的群星中選擇一顆去拓荒、去降落，你會把目光投向哪裡？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好了，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陪你一起仰望宇宙，我們下期見。